灵魂觉醒这个词听起来似乎很玄妙，却直击人心。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匆忙前行，忙于追逐外界的成功与安逸，却往往忽视了内在的成长与觉醒。每个人或许都会有这样一个瞬间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迷失在生活的洪流中，被困在日复一日的惯性中，仿佛机械地重复住无意义的事情。这一刻的到来，有时会是突然的痛苦或失落感唤醒你，让你开始质疑自己，质疑生活，甚至质疑自己曾坚信的价值观。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，在身心灵的成长之路上，我们共同修行，不断探索。喜欢我的视频，您可以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订阅。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，福德无量。人们常常期盼着某一天会有一位救世主从天而降，拯救自己脱离困境，带来崭新的人生。但真相是，这样的救世主或许永远不会出现。俗话说得好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上天帮助那些懂得自救的人，这是一个从古至今的真理。每个人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次觉醒的机会，而这个机会常常伴随着痛苦与孤独，因为只有在最深的黑暗中，我们才会开始寻求光明。人生就像一场不断追寻与自我挑战的旅程，许多人在漫长的旅途中忽略了灵魂的声音，最终迷失在物质与欲望的世界中。这种觉醒的过程既漫长又痛苦，但正如一句古话所言，不经历风雨，怎能见彩虹？灵魂的成长往往需要经历艰难的考验与挫折，正是在这些磨难中，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。而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你会开始质疑自己，反思过去，并逐步走向灵魂的觉醒。这时候，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：我们该如何打破这层束缚，让自己的灵魂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觉醒呢？觉醒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，也不是某种顿悟般的瞬间飞跃，而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内心挣扎过程。这与鹰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鹰到了40岁，面临爪子、喙和羽毛的衰老，捕猎能力下降，生存面临极大挑战。这时候，鹰有2条路可选：一是等死，二是进行一场自我更新。然而，自我更新的过程并非简单的蜕变，而是要忍受极大的痛苦。他要用喙撞击岩石，直到老喙脱落，接着再一个个拔掉自己的老爪子和羽毛。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，但只有经历过这场蜕变的鹰，才能获得重生，延续生命。这不禁让我们反思，灵魂的觉醒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时，常常感到无助与痛苦，甚至会觉得被困在了人生的低谷中。然而，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，反思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，并开始质疑那些曾经我们深信不疑的信念。觉醒的第一步就是质疑自己，质疑旧的思维模式。这相当于对自己进行一次内心的手术。正如鹰的蜕变过程一样，人类的灵魂觉醒也是一个痛苦而持续的过程。命运的鞭子会一次次抽打我们，逼迫我们去反思自己的生活。很多人无法承受这种痛苦，选择用娱乐、物质享受，甚至依赖他人来麻痹自己，逃避现实。然而，这种逃避只是暂时的，最终痛苦还是会卷土重来，迫使我们去面对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和未解的困惑。那些灵魂觉醒的人常常会经历一段深刻的孤独期，这种孤独并不是单纯的缺乏人际交往，而是因为在觉醒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自己与周围的世界产生了隔阂，你开始看透那些虚假的表象，意识到自己曾经追求的物质和地位其实是如此的空虚。此时，你或许会觉得自己像一只秃鹰，脆弱不堪，孤立无援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段孤独的时间里，
你的内在力量才会逐渐生长出来。灵魂觉醒不仅仅是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和局限，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放下，放下对物质的执着，放下对过去的怨恨，放下对未来的焦虑。只有当你真正学会放下时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问题并没有那么重要。觉醒的灵魂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，不再被表象所迷惑，而是看到事物的本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能会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和挑战，身边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你，甚至会嘲笑你，质疑你。但这并不重要，因为真正的觉醒是一个内在的过程，不需要外界的认同。你会逐渐明白，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。正如古语所说，自助者天助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，开始从内心深处寻找力量时，外界的种种挑战反而会变成你成长的助力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灵魂的觉醒必须伴随着痛苦？难道我们不能在幸福中觉醒吗？答案可能让人失望。幸福固然美好，但它往往让人沉迷于现状，失去反思的动力。痛苦则不同，它是最强烈的推动力，迫使你去思考人生的意义，去寻找更高的智慧。痛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成长的礼物，正是在这些痛苦中，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生命的真谛，获得灵魂的升华。当你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痛苦与孤独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的旧我，你不再被外界的物质和欲望所支配，而是开始关注内在的成长和智慧的积累。这时你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感，灵魂的自由。这种自由不是来自外界的环境或条件，而是内心深处的解放。觉醒的人最终会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，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抛弃一切人际关系或物质生活，而是你能够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看待这些东西，不再被他们所束缚。你开始意识到，灵魂的世界与肉身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。肉身的世界充满了欲望与竞争，而灵魂的世界则是无私的、和平的。真正的觉醒者能够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找到平衡，既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，又不会被物质所奴役。觉醒的灵魂最终追求的是智慧与功德的积累，而不是一时的享乐或满足。灵魂的成长就像鹰的重生过程，虽然痛苦，但最终会让你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，一个超越肉身的存在。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人生的一切痛苦与困境都是宇宙在引导你走向觉醒的必经之路。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进行内在反思和成长。正如鹰的重生过程那样，只有经历过痛苦和孤独，我们的灵魂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人生的道路上，痛苦不可避免，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这些痛苦，不逃避，不放弃，最终我们都会发现，原来这些痛苦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礼物。觉醒的灵魂最终会超越一切表象，看到生命的本质。它不再被物质和欲望所驱动，而是追求更高的智慧与成长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们才会真正领悟到，原来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生命中的救世主。每个人的灵魂都有他的使命和目标，而觉醒正是我们走向这一目标的关键一步。正如一句老话所说，心不死则道不生。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而这个选择就在我们自己手中。你愿意继续沉睡在物质的世界中，还是愿意让灵魂觉醒，走向更高的智慧与自由？这个问题，答案只在你自己心中。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，很多人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应对内心的压力和焦虑。其实，这不仅是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工作压力的增大，更是由于我们周围环境的快速变化，导致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出现了不适应。就像古人说的，心静自然凉。但面对生活的种种，
保持内心的平静并非易事，在现代社会，抑郁、焦虑等症状已不再是少数人面对的困扰，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它们的存在，而这背后，或许不仅仅是外在的环境压力，更有可能是我们身体与心灵的振动频率正在发生变化，带来了种种不适应的症状。当我们谈论养生这个词时，它不再仅仅是宗教或灵性中的概念，而成为了一种可以体察到的身心体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身体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，包括清除大量黑暗和稠密的能量。正如那句老话，不破不立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会感觉事情一度变得糟糕，仿佛陷入了无尽的黑暗，但其实，这种黑暗正是为了帮助我们释放旧有的能量，从而迎接新的、更高的震动。就像一场大雨过后，虽然暂时的淋湿让人感到不适，但那种清新的空气和大地的重生却是值得的。许多人在阳生的初期会感受到焦虑、恐慌和无助的情绪，甚至出现身体上的不适，例如低血糖、强烈的饥饿感以及对蛋白质的渴求。这种状态并非偶然，它是身体消耗大量能量的表现。在这个阶段，身体仿佛被彻底翻了个遍，所有的能量都被重新调动、利用，而我们能做的，除了顺应身体的变化之外，或许最重要的就是关注自己的饮食，尤其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入，这有助于支持身体的转变和调整。当然，这样的低血糖期可能会反复出现，持续几年，但随着身体逐渐适应高频率的能量，症状会慢慢缓解。不仅仅是能量消耗，养生过程中，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会出现不同的症状。我们经常会感受到颈部和上背部的僵硬和疼痛，这通常是由于我们的脊椎正在与更高的振动频率接轨，而这些疼痛虽然让人不适，但却是身体清除旧能量的必然过程。就像房屋需要定期打扫一样，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也需要通过疼痛来释放被阻塞的能量。有时，这些疼痛可能持续好几周，突然又会毫无预兆地消失，这正是身体适应新能量的表现。此外，皮肤的排毒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症状，痤疮、荨麻疹等皮肤问题频频出现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某种过敏反应，实际上是身体通过皮肤排出体内毒素的一种表现。当我们的能量发生变化时，身体的消化系统也会受到影响，一些过去可以轻松消化的食物现在变得难以处理，因此食物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。吃得清淡、易消化是帮助身体顺利度过这个时期的好方法。与此同时，许多人还会感受到心悸或胸闷的现象，有时甚至会误以为是心脏病发作，实际上这只是心脏在适应新能量时的自然反应，它正在尝试与更高的振动频率保持一致。当这种症状出现时，最好是选择休息，而不是进行剧烈运动。我们需要相信，尽管心脏的跳动可能一度让人感觉不安，但这并不会危及生命。只要保持平静，持续与自己的高我连接，就能够获得内在的安慰与平和。睡眠问题也是养生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现象。随着能量的调整，很多人在白天会感到困倦，甚至难以保持清醒。小憩在这个时候变得至关重要，它帮助我们恢复能量，并为下一个阶段的转变做好准备。尽管这样的状态让人感觉生活节奏被打乱，但随着身体的逐渐适应，睡眠质量会有所改善，整个人也会变得更加有活力。在情绪方面，养生会引发一系列的波动和释放，很多人会感到情绪起伏不定，甚至无缘无故的哭泣。眼泪虽然看似脆弱，却是情绪的出口，它帮助我们释放积压已久的情感。当新的能量到来时，情绪往往是第一个感应到变化的部分，因此当我们感到悲伤或喜悦时，不妨让自己尽情地表达出来，这也是身体自我调整的一部分。除
除了情绪波动之外，还有一些更为明显的生理反应，比如夜汗和潮热。当我们的高我靠近时，强烈的热感会突然出现。尽管这种感觉令人不适，但它也是与高我连接的过程之一，意味着我们的振动频率正在向更高的层次迈进。当我们进入更高的振动频率时，低频率的事物开始让我们感到无法忍受。那些充斥着负面情绪、消极对待生活的人和事，逐渐让我们感到不适。这是扬升过程中的常见现象。我们的能量不再与三维世界的旧模式保持一致，这时我们可能更喜欢独处，或与同样处在转变过程中的人待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的振动频率更接近我们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开始向前迈进，创造一个与自己内心频率相符的新世界。当然，随着振动的提升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，朋友、工作，甚至居住环境都会突然转变。这是吸引力法则的体现，类似的能量吸引类似的能量。当我们不再与某些人或事物产生共鸣时，自然而然的，他们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这个过程中，尽管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措手不及，但我们要明白，这是在为迎接更适合我们的能量做准备。总的来说，扬升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灵上的不适，还让我们认识到，我们不再能够做违背本心的事情。当我们试图回到旧有的生活模式时，身体和精神上都会感到极大的不适。正如古话所说，心安即是家。我们需要顺应内心的声音，活在当下，创造符合我们内在频率的生活。随着扬升的继续，我们的感官会变得更加敏感，甚至对于光线、声音、气味等环境刺激都变得难以忍受。这种敏感并不会一直持续，但它提醒我们，正在经历的变化是真实的，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适应新能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可能会体验到耳朵嗡嗡作响的现象。虽然这种声音类似于耳鸣，但实际上是振动频率变化的结果。它意味着我们正在与另一个更高的现实接轨。最后，扬升不仅是灵魂的觉醒，更是我们与世界互动方式的改变。觉醒后，我们的心态会更加平和，不再执着于外在的得失。我们会发现，内心的平静比外界的喧嚣更加重要。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我们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保持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。随着我们对扬升过程的逐渐适应，生活会变得更加充满希望和力量。我们不再被物质所累，而是以一种游戏人间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这样的状态，正如儒家所说的，虽终日忙碌，而神气不变。无论面对多少次外界的考验，内心始终保持淡然自若。这不仅是身体的转变，更是灵魂的升华。人们常说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在这场没有彩排的演出中，每个人都在追寻属于自己的意义。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人生充满意义呢？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，但却复杂的让人头疼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阶段、需求、欲望都在不断变化。年轻时，你或许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，成双入对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。到了求职的年纪，你会觉得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而当你准备安定下来时，一套房、一辆车成了你追求的目标。这一切都符合阶段性的需求。我们总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渴望和期待，可是这种需求真的是人生的最终意义吗？就像你刚找到心仪的工作，兴奋不已，仿佛人生的所有拼搏都指向这一刻。但等到你走进职场，日复一日的打拼逐渐磨去了初始的热情，你便开始怀疑，这一切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同样，买房买车的满足感也是短暂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物质成就变成了生活中的平常一部分，反而让人对下一个目标产生新的渴望。
这些阶段性的需求就像海市蜃楼，给人短暂的满足，却让人在之后陷入更深的焦虑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充满意义的？或许，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思考这些阶段性追求之外，什么才是贯穿一生的真正意义？首先，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那些看似重要的人生阶段。很多人会觉得，没结婚的人最想要的是找到一个心仪的伴侣，好像结婚就是幸福生活的起点。的确，婚姻带来的亲密关系和稳定感可以让生活更加圆满，但婚姻并不是人生的终点，反而是新的开始。婚姻中有甜蜜，也有柴米油盐的琐碎。如果没有灵魂的觉醒，只是在追求外在的成就和满足，婚姻很容易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束缚。相爱的两个人在婚后依然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情感的维系，日常的妥协，以及对生活本质的重新思考，这些才是婚姻带来的真实考验。仅仅把结婚当作生活的意义，显然过于单薄了。再来看求职的人，他们总认为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，能够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成长，是人生的一大目标。没错，工作确实可以让人实现自我价值，获得社会认同，但长时间的职场生活会让人意识到，工作并不能填满所有的内心空缺。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和收入上的满足感固然重要，但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工作中，而忽视了自己内心的需求，久而久之，他会发现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，没有时间照顾家人，忽略自己的健康，甚至丧失了享受生活的能力。这些问题会让所谓的成功变得索然无味。有人说，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失败，而是成功之后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全部。而那些为了买房买车拼搏的人们，也许最能理解物质满足带来的短暂快感。房子、车子，这些看似代表着安定和自由的物质拥有，实际上往往让人背负更重的责任。买了房子，还得考虑还贷；买了车子，还得考虑养车。生活的压力并没有减少，反而因为这些拥有让人陷入更深的焦虑。许多人在实现了这些梦想后，依然感到不满足，他们渴望更多、更大、更好的东西。然而，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，知足者富。如果没有灵魂的觉醒，不管拥有多少物质，内心的空虚和不安始终无法得到填补。创业者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群体，他们认为能在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，成为行业翘楚，是一生追求的目标。然而，创业成功固然令人羡慕，但创业失败的风险、行业竞争的残酷，往往让人身心俱疲。即使成功了，市场的变幻莫测，企业的日常运作，也会让创业者们感到压力山大。正如古语所云，高处不胜寒。当你站在事业的巅峰时，可能早已失去了最初创业的激情和理想，生活变得机械而紧张。这时，如果没有灵魂的觉醒，再多的成功也只能换来表面的风光，而无法带来真正的内心安宁。那些已经有所成就的人，常常认为挑战不可能，登上各种排行榜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，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当你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时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外界的期待和压力。这些成功人士的日常生活被各种工作、会议、应酬填满，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他们的生活似乎变成了一场无尽的竞赛，每一个新的目标达成后，总有下一个目标在等待。这种生活状态就像是追逐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，拼尽全力却始终无法感到满足和幸福。躺在病床上的人或许最能看透这一切，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，健康成了他们唯一的追求。曾经奋斗过的一切，买过的房子、车子，拥有的成功，
财富，此刻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病痛的折磨让他们意识到，只有健康和自由自在的呼吸才是最珍贵的。可悲的是，这一觉醒往往来得太晚，等到身体已无法承受生命的重压时，才明白真正的生活意义。生命的长度无法掌控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度过这一段旅程。所以，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充满意义的呢？答案不是阶段性的需求，而是贯穿一生的灵魂觉醒。只有灵魂觉醒，才能让生活回归简单与平静。那些无尽的追求、烦恼和痛苦，都是因为我们被欲望所牵制，被物质世界的诱惑蒙蔽了双眼。灵魂觉醒的人，懂得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静，不再被外界的种种诱惑和压力所左右。正如《清净经》所说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，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。灵魂是我们内在的主人，只有当他得到真正的平静，生活才会充满意义。有缘的朋友，感恩你能看到这里。若今日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，请随手点个赞，以此回应，留下一句灵魂觉醒，共鸣心灵。愿众生早日觉悟，平安喜乐，圆满自在。尚未订阅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右侧订阅，与我们结下更深的法缘。愿你随手转发，弘扬智慧，传播善行，功德无量，福慧双增。真正灵魂觉醒的人，生活就像一首诗，他们懂得珍惜每一朵花的开放，每一片叶子的飘落，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。生活不再是一场追逐名利的比赛，而是一次与自己灵魂的对话。